现在在摩洛哥北非的千年古城菲斯，跟大家聊一聊。今天早上我们在爱旅行的四重奏一起云游世界的粉丝群里面分享了一个阅读的知识。如果你正在做的事情需要学位或者学历才能够去胜任，那这件事情大概率是不会让你积累大量的财富的。那么这是 Kevin Kelly 所写的一句话，他就说 If it needs a degree to do it, it's not gonna make you wealthy。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看我们周边的很多人都是读了十几年，上了十几年的学，读了很多年的书，上了名牌大学，还有的在国外读了名牌的大学。但是呢，它为什么跟快速积累财富没有关系呢？如果你所从事的工作，想象一下，它有一份学历要求，有这么一个 job description， 所谓的这种职业介绍吧，这种职位介绍上面都写着需要多少年的工作经验，什么样的学历。其实呢，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职位已经是在一个其他人设计好的游戏规则里面的，你是价值产生中的一环，也许是很重要的一环，也许是非常高级的别的职位，但是不要忽视的就是它已经是其他人设计好的一个职位。这个职位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所工作的服务的企业公司产生一个预期的利润，这个利润才是这个公司创建这个职位的最重要的原因，而不是为了让你快速积累资产。那么通过招聘一个有一定学历学位的人呢，公司通过创建了一系列的工作环境，加上一些资本，加上一些上下游的支持，让这个人可以通过释放他的技能的能量产生一些价值，然后公司呢拿着价值做一部分作为公司工资分配给这个人。那这就是这个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如果你需要一个学历才能做这份工作，这份工作主要目的不是让你快速积累资产，而是为一家公司产生利润。这是所有开公司的人，如果你要去招聘，这是唯一的标准，就是这个人可以为你的公司带来更大的利润。所以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写这些职位要求、这些 job description 的，不管是工作中的 manager 还是 HR 部门的人，知道有一种快速积累财富的捷径，那他们也就不需要做当前所做的这份工作了。好，那说到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学位中，在学历的获取的过程中所学到的技能呀，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非常成熟的知识。这个行业里的新的知识需要很多年的积累，逐步的第一变成了行业的标准，第二呢又写成了这种教材，教材又逐渐的被很多大学的教授所去内化吸收，然后变成讲课的讲义，再去传播给学生。很多课程都已经，比如说我学计算机的时候，那很多的编程语言，这已经在大学里教了十几年了，都是非常成熟的技术和技能。那成熟的另外一个词呢，也可以说是相对比较过时的技术。让过时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这种成熟的技能可能可以让你在劳动市场上换取到一个职位、一定的工资，但是它一定不是价值很高的。它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 commodity， 就是呢很容易招到的人，你在求职市场上面，只要说我发这些职位有这些钱，那人才呼呼的就来了。如果说呢你需要的职位这个技能是一个很新的技能，是需要一个有一定这种自学能力的年轻人，通过自己的不断的摸索，然后在网上看了很多技术白皮书，尝试了很多 GitHub 上不同的项目，甚至呢做了很多动手的实践。这个时候手上换来的技能，往往是人才市场上非常少的这一类的技能，在当下的市场上就具备更高的一个谈判的筹码，那它的用时间换工资的效率也会更高。实际上，我们如果看我们面前的这座千年古城，在过去的1000年里面，肯定也有非常多的人实现了各种各样的成就。其实每一个成就，它的实现的过程中，在刚开始都是被人们认为是一件新鲜的事情。比如说这座古城里面几百年前从来没有过 cocked silk， 也就是这种仙人掌的纤维，用来去就像中国过去的织布一样，他们用这种非常强壮的、非常有韧性的仙人掌的纤维来去做衣服、做工具。那以前从来没有，但是第一次出现发现这件事情的人，或者说呢开始建立一个交易系统，对交易这个 cocked silk 的人，那他往往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同时呢也更容易积累一个非线性的快速的指数级的财富。因为往往这些具有高回报的机会和领域呢，刚开始都是以灰色地带出现的，其实是法律法规还没有意识到这会形成一个趋势，还没有意识到这会形成一个足够大的、足够
这种值得去制定法律法规的事情。也就是说，其实社会的主要的管理者还没意识，还没有反过神来的时候，这才是机会所存在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共享经济、共享单车、共享汽车、Uber、滴滴打车，它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灰色地带。这样通过手机上约一个没有执照的出租车司机，然后呢，你提供这样的工具，把乘客和没有执照的司机匹配在一起，那这是合法吗？其实呢，法律并没有规定这是不合法的，所以机会就在于这个灰色地带。这件事情呢，在当下依然很多国家认为手约车网约车是非法的，但是正是这个阶段灰色阶段的时候，才是机会所在的时候。那如果你想进行这方面的投入，其实它肯定是不需要学位的，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去授权你做这件事儿，你做的也不是一个需要学位才能做的工作。很多年前在谷歌工作的时候，我是在谷歌的总部。有一次呢，去旧金山市区的办公室出差，然后呢就看到公司的午餐的 cafe 这就餐的地方，很大的一句话，它就写的是呢 ，Don't ask for permission, ask for forgiveness。那时候谷歌也是相对早期，人们还是没有太多的大公司的诟病，都是在快速的尝试的阶段。而那个时候，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在一个快速创新的地方，不要去考虑，哎呀，这个老板允不允许我做呀？公司允不允许啊？市场允不允许啊？法律法规允不允许啊？不要这样做，你就开始做就可以了。你做了以后，不要 ask for permission， 但是呢，只需要 ask for forgiveness。哎呀，我做了这件事儿了，也许没成功，你就这个获取原谅就可以了。然后呢，也许发现这条是法律法规其实没谈拢，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可能这个地区没建立，另外一个国家地区又把它合规了。那所以呢，没成功的地方，就是说，真不好意思，这个 ask for forgiveness 就可以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态。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很多这一类的尝试的，不管是创业还是投资，都是具备高风险的。所以呢，它意味着潜在的回报肯定是比上班拿工资，特别是需要学费才能够上的一个班来说，回报会潜在更高一些。但是呢，两者中间能不能找一个结合呢？也有。其实前几天就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朋友就在分享，他说呢，他在很多年前看了课代表和我的一起访谈，就那个时候意识到原来资本是这样积累的，所以呢，他后来也是做了一份IT 方面的工作，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开始了一些地产方面的投资，结果几年后发现，哎呀，疫情这一波虽然有些经济受影响，但是呢，也意味着所有的通货膨胀带来的就是资本的价值、资产的价值的上升，所以呢，他会发现，这一波的资产价值上升，那回报可能比拿一个大厂的 offer 还要高。因为当经济周期处于一个快速货币贬值，或者说是物价上涨，或者说是通货膨胀的时代，那手里面有 debt 有债是非常好的，因为你的债的成本，特别是过去获取的债的成本往往是非常低的，比如说只有2%点几的利息。但是呢，在这个每年货币贬值，甚至是存款利息都达到了6%、8%的时候呢，意味着你手里有的所有的资产就会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长。所以说呢，如果能够在进入到这样一个经济下行的通货膨胀的区间周期之前，先获取一些债，获取一些资产，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利用这个周期实现你手里握的资产价值快速上涨，同时呢，你的债并没有变多。那么现在这位朋友分享的例子中呢，他就在这样一个周期里面快速的积累了财富。那他也是借由在领工资的一个过程。其实很多在这个行业里的朋友，在地产投资的朋友都说呢，为什么还在工作呢？就是因为我只有工作才能够方便去办 mortgage， 才能够方便去加杠杆。其实对他们来说，工作只是为了加杠杆的一个工具。那么就像群里的朋友问如何获得财富自由，财富自由这分2步走，其实这2步呢是同等的重要，也是同等的困难。第一步如何实现财富的积累，第2步如何获取内心的自由。其实这2个话题呢都值得展开聊一聊，之后我们可以分别对这2期来展开讲一讲有哪几步走。好，总结一下今天聊的，财富的积累跟你手上的学位还有学历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那么并不是说知识与技能没关系，这2者是要区分开的。你需要不断的去提升认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升自己，获取的是知识和技能，有市场价值，在当下的市场有更多市场价值的技能，而不是去看着这个学历和学位，因为学历和学位它只是一个通用价值的 commodity 的货物。
古城的清晨，看天空中好多鸟。我特别喜欢这种早上一起床听得到鸟叫、鸡鸣，还有能够闻到一些这种柴火的香味儿，其实就像是这种乡下的感觉。然后呢，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这种千年古城。然后在这片没有人打扰的天台上阅读、喝杯茶、写一些东西，这都是非常美好的体验。好，现在要下去吃早餐了，有机会可以来到古城菲斯，真的久住一段时间。这好好吃。你看，我们就像是住在摩洛哥的宫殿里面一样。